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想和大家聊聊爱的能力，以及为什么说真正的爱是促进个性化的，那些不成熟的爱是怎样的。当然，这个话题也仍然是延续了上2期视频的内容的。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不过在开始前，我想首先回应一些网友的问题。在上2期视频里，我们讨论了对钢卷少女和白瘦幼的迷恋背后可能的心理动机。那有一些网友在评论区提出了反对意见，比如有人认为我是在完全否定白瘦幼审美和可爱文化，还有人说这是一种审美霸凌。我觉得这都是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是一种应激反应。我已经在上期视频里说很清楚了，白皙、可爱或者幼态的外貌当然可以作为一种多元化的审美而被欣赏和喜爱，关键在于你在潜意识中对这样的外貌投射了怎样的情感。如果一个人只有这么一种审美，并且他潜意识中把白瘦幼的外貌当作一种笨拙的、不聪明的、未成熟、未开化的符号去投射情感时，那么这可能说明了这个人对于成熟、自信和聪明的美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可能反映了某种创伤，我们要去看见和分析这种创伤。如果你并不属于以上这种情况，如果你能从一个外表白瘦幼的人身上感受到一种灵性、聪慧、独立和自信，那么你对于这样可爱的人抱有欣赏和喜爱，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比如我自己也很喜欢可爱的事物，或者一些人展现出幼态的、退行的一面，这都是完全正常的，我自己也会这样。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只能喜欢对方的幼态、可爱和阳光的一面，我真正喜欢的是这个人的丰富、全面和复杂。也许这个人还有攻击性的、有野心、有阴暗和创伤的另一面，但这些也同样是我想要去了解和欣赏的。我不会因为对方有可爱的一面，就否认或拒绝看见另一面。我认为这个道理很好理解。一个人的退行和幼态化本身是正常的现象，前提是当事人有充分选择的自由。他可以在安全、被喜欢和欣赏的状态下自愿的退行，比如一个成熟、独立和强大的女性在安全和亲密的环境下是完全可能表现得很可爱和单纯的，这当然是非常美好的。然而，如果一个人的退行和幼态是由于他不被允许强大和独立，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意志和思想，不被允许有野心、有阴暗和自私的一面，那么你喜欢这种幼态和退行当然是有问题的。因此，我所要反对的是把可爱、单纯和天真视为女性的一种理所应当的自然状态。如果我们不去分辨一个女性的可爱是出于自由还是出于压抑和创伤，仅仅把对方外在的可爱默认为一个女性理应如此，那么我们就可能无意之中给对方造成束缚。我们至少要允许一个人有不可爱的权利。其实在上期视频的评论区有一位网友就总结得很好，他说白瘦幼审美并不是单纯的喜欢这种外表，而是喜欢一种不成熟的、永远阳光天真的内心状态，只是因为这种状态容易出现在拥有白瘦幼身材的女性身上，就成为了一种审美标签。这位网友也很好地理解我为什么提红色警戒300盒子这个角色，并不是因为这个游戏有多么流行，而是因为百合子这个角色反映了一个外表白瘦幼但内心充满创伤和复仇欲望的少女，其实是很难让人投射可爱的情感的。这恰好论证了我们上期视频开头所提到的观点，那就是人类对外貌的审美并非欣赏对方孤立的物理特征，而是这些特征作为符号和象征物所承载的背后的精神意义。这些意义通常是被社会文化和个人的经历反复编码后的结果，绝不是仅仅用所谓的生物本能或者进化心理学所能解释的。比如在毛时代，皮肤黝黑、身体壮实就被视为劳动人民的象征，而白皙纤瘦和举止优雅就可能被扣上小资产阶级的帽子。这些极其微观和多变的现象是很难用一种万古不变的所谓生物本能去解释的。整体上，我认为上期视频的论证是严密的，
一些网友缺乏理解的耐心，急于提出一些机械的反驳，或许是感觉到我在鄙视和歧视这种审美。其实我并没有这种意思。我们说歧视就是把一种现象与某种负面的本质挂钩，拒绝深入理解它的原因。而我一直都主张从普遍人性的角度去还原这种现象的心理机制。这刚好也是我们这期视频所要讨论的主题，就是为什么许多男性的性偏好固着在幼态特征身上，而无法产生对于一个独立、丰富、自信、富有挑战性的女性的爱慕。当我们这么说时，其实隐藏了一个核心的假设，那就是一个男性能够真正的欣赏、爱上一个独立、成熟、充满挑战性的女性。这件事本身，恰恰是这个男性自身心智成熟、人格完整的标志。这种能够激发男性生命力，引领他进一步活出自我的神秘而独立的女性原型，在荣格的心理学中被称为阿尼玛。在拉丁文中，阿尼玛意为灵魂。她不是那个提供无条件滋养的母亲，也不是那个完全符合社会规范的妻子，而首先是一个男人内在的灵魂伴侣，是他自身尚未被活出的充满创造力、生命力和非理性激情的那一部分的投射。他常常以一个具体的、充满魅力的女性形象出现，她的特质是不可预测的、非传统的、灵性的。她既是引领人走向未知的女神，也是一个诱惑者。阿尼玛的目的是将一个人从熟悉的父母的世界中吸引到自己不熟悉的新世界中，会刺激一个人渴望去冒险、去扩张。当事人可能突然想要打破惯常的稳定生活，渴望追求自我。这是一场投资，没有任何人能保证你的个体化进程一定能走向成功。因此，阿尼玛往往也会带来危险、不安和担忧。它绝不是一个令人感到可掌控的安心的角色。在西方文化中，阿尼玛原型常常体现为各种神话故事或文学之中的女神角色，例如阿弗洛狄特、弗雷亚等等。弗雷亚是北欧神话中的爱神、战神和魔法神。瓦格纳在尼伯龙根的《指环4部曲》中的第一部作品《莱茵的黄金》中，就讲到了沃坦为了建造宫殿，承诺将弗雷亚交给巨人，然而众神感到失去了弗雷亚，就会失去让他们永葆青春的金苹果。只要没有弗雷亚，众神就会衰老，失去活力。弗雷亚就可以视为众神的阿尼玛象征，她是一个带来生机、活力和创造力的女神。女神崇拜在西方文化中有着悠久的根源，而中国文化里其实是不存在这种女神的。有人可能会说，女娲娘娘、白素贞、七仙女、嫦娥、福建的妈祖，这些难道不能视为广义的女神吗？然而，当我们去看这些女神的精神内核，就会发现她们与西方的这些女神有着本质区别。中国文化里的女神更像是大母神或者理想妻子的变体，而不是那种能唤起爱欲的、引领个体冒险的阿尼玛女神。西方的女神自身就拥有某种神性、智慧和力量，且这种神性是内在的、原始的。她们的权利不依附于任何男性，不论是他们的丈夫还是情人，都无法完全定义她们。而中国文化中的女神几乎总是被某个男性或者父权秩序的关系所定义。比如七仙女和白素贞就是贤惠妻子的典范，她们虽然有神性，但她们的人格驱力就是为了和一个凡人男性组建家庭，过上男耕女织的正常生活。抛开好妻子这个身份，她们就没有其他的自我了。至于女娲或者妈祖，就完全是母神的典范，她们慈悲、博爱，但基本上是无性的。她们是生养、保佑族群延续的大母亲，而不是个体的灵魂伴侣。中国女神所代表的爱是忠贞、奉献和牺牲，她们的爱是为了巩固或融入家族秩序，也是完全符合社会伦理的。而西方的阿尼玛女神所拥有的那种爱，看起来并不崇高和慈悲。她们自己就是有欲望的主体，会嫉妒，会出轨，也会有时候为了自己的欲望而降下诅咒。她们的爱具有不可预测性，也不是可控的，但让人感到一种独特的魅力。
这种意志和危险性也是一种引诱人走出安全区，走向未知的动力。那说完了神话，我们再回到现实。现实中的人当然不是神，但一个人的精神中确实可以拥有某种神性的、令人着迷的深度。当一个男性在内心深处怀着对阿尼玛原型的渴望，去寻找一位能承载这份渴望的女性时，这无疑是一种投射。但是我想说的是，在所有会投射到伴侣身上的幻想中，阿尼玛的这种投射或许是最高级，也是最具有成长潜力的一种。这里需要注意，不应当将女神原型与内在的母亲形象混淆。在中国，许多人联想到这样的一种女神形象时，总是容易唤起母亲的感觉。这当然与中国文化缺乏智慧女神以及恋母情节过分发达有关。内在的母亲提供的是滋养和安全，而阿尼玛作为智慧女神 Sophia 的化身，所提供的是启迪和方向。理想母亲让一个人感到舒适，而阿尼玛则未必。因此，阿尼玛的投射与母亲原型的投射有着本质的区别。当一位男性把对方投射成一个母亲或一个可爱妹妹时，他其实是希望对方永远不要改变，永远扮演那个简单、稳定、能满足自己需求的角色。一旦真实的他展现出与自己幻想不符的复杂性、独立性甚至攻击性时，这个投射就会立刻失败，当事人会感到失望甚至愤怒。但阿尼玛的投射恰恰相反，因为阿尼玛的原型本身就包含了神秘、不可预测和丰富性，所以当一个男性把阿尼玛投射到一个真实的女性身上时，他潜意识里期待的就不是一个静止的答案，而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谜题。真实的他越是展现出自己不了解的，甚至是有点危险的部分，反而越是引起自己的好奇和思考。当然，这里我们要格外强调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不可预测和危险都意味着智慧和丰富。一些人的危险和不可预测属于病理性质的，表现出破坏性和情绪极不稳定的行为。这种不可预测性容易吸引到那些有拯救者情节的人，或者那些潜意识里想要重复自己童年创伤的对象。这样的关系也会产生强烈、热烈的激情，但这种激情并不属于生命的激情。正如我们在讲创伤迷恋的那期视频所说的，陷入创伤迷恋的当事人会感到某类人有强烈的情绪和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往往不是建立在发达的语言交流和某种情感共鸣，而是一种无意识的、难以用语言去表述和理解的模式。当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有某些创伤，但如果创伤成为了吸引力的来源，那么这样的激情和迷恋就不太可能促进双方的共同成长。而阿尼玛女神所带来的挑战性，归根到底不是来自于创伤，而是精神的自由和丰富。它会对你的某些固化的认知、你的人格面具构成颠覆和挑战，让你渴望从父亲的世界和秩序中挣脱出来，开始一场冒险。当然，这种冒险是可能让自己陷入某种新的困境的。原先当事人会感到自己的生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父母、公司或者其他的社会角色的。为了生存下来，他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人格面具，而现在当事人却能强烈地体验到一种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是可以调用自己全部的生命能量的。而阿尼玛就是那个引领自己开始活出自我的火花。因此，建立在阿尼玛原型之上的爱不会因为对方的复杂而破灭，反而会激发出自己更强烈的想要去探索、去理解、去靠近的渴望。它从一开始就为一种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共同成长的爱预留了空间。它指向的并非拥有和掌控，而是尊敬与好奇。这或许就是我们所能期待的最好的爱情的起点。当然，即使拥有这样好的起点，也并没有一个权威能保证这种亲密关系能持续下去。爱情是需要时时维护、更新和生成的，是需要在现实和世俗的土壤上努力生存下去的。然而，即使那段由阿尼玛点燃的关系最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破灭了，
但是它在内心深处所推动的个体化进程却是不可逆的。当事人事实上再也无法心安理得地退回到那个由人格面具和童年枷锁构筑的虚假和安稳的世界，他的自我已经被彻底点燃了。这比起那些虽然看起来安全和稳定，但一生从未被点燃的人要幸运得多。被父亲或母亲束缚太深的人，往往难以产生对于阿尼玛的需要，他们的核心需求还在追求融合与共生，或是对于任何失控或分离感到强烈痛苦。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以后再慢慢讨论。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